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个正在悄悄改变台湾地貌的新概念，叫做保育共生地。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它背后的想法其实很可能就发生在你家附近的公园，或是你周末会去散步的田边小路上。它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要证明保护生态不一定非得把人隔绝在外。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聊到保护生态，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像玉山、垦丁这些非常壮丽的国家公园？这很正常。但如果我告诉你，保护我们生态环境的力量，其实也隐藏在我们生活周遭，比如说你家附近的公园、乡下的友善农田，甚至是部落里的传统耕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好，那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议题有更完整的理解，我们这一次的拆解会从大到小，从理想到实践，一步一步来进行。首先，我们会从全球性的30×30保育挑战谈起，了解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接着，我们会探讨为什么光靠国家公园是不够的，然后就会带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保育共生地。我们会深入解析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提供一份完整的申请指南，让你了解如何参与。最后，我们会把视角拉高，看看这整件事对台湾的未来到底有多重要。好的，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全球的30% 保育挑战。这一切的起点它不只是一份国际公约而已，它更像是一场全球为了挽救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正在跟时间赛跑的竞赛。那这场赛跑的游戏规则其实就写在这份昆明蒙特罗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里面。简单来说，就是全世界的国家都坐下来，共同承认我们的地球生态真的正濒临危机。所以大家定下一个很宏大的愿景，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框架里定定了23项比较短期的目标，而其中最关键也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重点来了，这就是所谓的30x30目标。这个数字的意义非常明确，在2030年之前，全球必须要有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被纳入有效的保育和管理。你听听看，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目标，对吧？它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保护地球不能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需要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来衡量我们所有人的决心跟成果。那么问题来了，要达到30%这么高的目标，光是靠传统那种划设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方式，真的够吗？答案很明显是不够的。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跳出既有的框架，去想象一种全新的保育哲学。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这就是国际上提出的解方，叫做 OECM， 中文翻译是其他有效保育区域。它的官方定义听起来有点绕口，没关系，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它就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保育。也就是说，有一片土地，它最初设立的目的可能根本不是为了保育，但只要它的经营管理模式客观上对生态产生了正面的效益，而且这个效益是长期持续的，那它就有潜力被认证为 OECM。 我们来做个更直接的比较，让你感受一下差别。传统的法定保护区，你想想看，像是国家公园，它的核心任务就是保育，这是法律直接规定了，没得商量。但 OCMM 呢，它的主要目标可能五花八门。比方说，一片为了保护我们饮用水质量的水源保护区，或者是一块你在乡下看过的坚持用友善环境方式耕作的梯田。他们的初衷或许是为了供水，为了种稻，但客观上却同时维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这种附加价值正是 OCMM 希望纳入计算并且给予肯定的地方。好，那理解了国际上的 OECMC 这个大概念之后，我们就把焦点拉回台湾。面对这个全球性的挑战，台湾当然也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版本，而且还给了它一个充满哲学意涵的名字，叫做保育共生地。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揭示了我们想要走的保育路线是什么。保育共生地这5个字，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共生。它彻底颠覆了过去那种画个圈圈把人赶出去的保育思维。
它不再把人类的活动视为自然的敌人，而是承认，只要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永续的、友善环境的，那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保育工作的一环。这是一种从对立走向共荣的理想。你可能会好奇，那到底哪些地方有潜力成为保育共生地？它的样貌其实非常多元哦。你想想看，从我们都市里的绿肺，像是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到乡村里蕴含传统智慧的生产地景，像是新北贡寮的史梯田，再到维系国土命脉的基础设施，像是水库的水源保护区，甚至是原住民部落里保存了原生种的菜圃。这些地方只要管理得当，通通都是保育共生地的潜力点。我们继续聊下去，台湾这个制度设计啊，还有一个很聪明，在国际上也很少见的亮点，就是这个2阶段系统。除了正式的认证地，还多了一个候选地的资格。这个巧思的目的就在于降低参与门槛，就算有些地方的条件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只要有潜力、有心想做，政府就可以先把它纳为候选地，然后提供辅导。这是一种拉大家一把的思维，因为要达到30% 的目标，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好，讲了这么多概念，接下来我们就来点最务实的。如果你听了觉得很有兴趣，甚至觉得自己手上或者你管理的场域就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潜力类型，那到底该怎么申请？这部分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份实战手册，一步一步来拆解。首先，谁有资格申请？这个答案很简单，几乎是所有人。不管你是个人、是公司，还是社区发展协会，只要你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或经营管理人，都可以提出申请。甚至就算你只是承租土地来耕作，只要地主同意，也能一起联名申请。这个设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可能的把参与的大门打开。那整个认证流程呢，规划的也相当清楚，主要就是4大步骤。第一步是提交申请，让主办单位初步了解你的场域状况。第二步是审查会勘，这里面会包含书面审查，还有最重要的实地访查，确保你写的资料跟现场状况是一致的。第三步是专家复评，由专业委员来把关保育的价值。最后，如果一切顺利，就会核发证书。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兼顾了严谨跟效率。那么专家审查的时候，到底会看什么重点？主要就是围绕这4个核心条件。第一，你的场域必须在法定的保护区之外。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它必须具备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谈。第三，你必须证明你有在做持续的管理工作，不能只是放着不管。第4点则非常强调社会参与，也就是说，你的经营管理必须获得周遭利害关系人的理解和同意才行。那刚讲到那个生物多样性价值，听起来好像很学术，对吧？到底要怎么衡量？这点不用担心，评估标准已经被具体化成7个指标了。比方说，你的土地是不是濒危物种的家，或者它是不是候鸟过境繁殖的关键休息站，甚至像我们前面提过的贡寮水梯田这种具有特殊生态功能的文化生活地景，也被纳入其中。只要你的场域符合这7项里面的任何一项，就代表它具备了被认证的潜力。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保育共生地，也知道了要如何申请。在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要拉到一个层次来看，推动这件事对整个台湾的国土和生态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其实台湾为了要达标这个30x30的目标，是规划了3条路同时在走。第一条路是把现有的国家公园管得更好，这算是深化。第二条路是让国有林地这些公家土地发挥更大的保育功能，但光靠这2条路离30% 的目标还有段距离，所以最关键的第3条路就是要透过保育共生地这个机制，把散落在民间的私有地的保育能量集结起来，补向达成目标的最后一块拼图。而这一切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要强化台湾的国土生态绿网。你可以这样想象，过去我们的保育区就像是地图上一个一个孤立的点，而保育共生地的角色就像是无数条的丝线，要把这些点全部串联起来，形成一张绵密完整的网络。
这样一来，生物才能在不同的栖地之间安全的移动，基因才能交流，整个生态系才会更健康、更有韧性。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这个结构会更清楚。目前，台湾法定的陆域保护区面积大概是占了19%左右，这就代表说，距离30% 的目标，我们还有差不多11%的空间要努力。而这个缺口很大一部分就要仰赖我们今天谈的保育共生地来填补。所以说，它的推动成败是直接关系到台湾能否顺利达成这个国际性的保育承诺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又没有土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参与的方式有很多种，就算你没有地，你还是可以扮演很关键的角色。例如，你可以协助身边的地主去了解、去申请。你也可以透过集资赞助或是贡献你的专业技术来支持某一个你认同的场域。只要你愿意出一份力，一样可以获得官方认证，成为这个保育网络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育共生地这个极致，它很成功的将一个非常宏大的全球目标转化成一套在地化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实践框架。它告诉我们，保育不再是少数专家或政府的专利，而是可以发生在你我身边，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产活动完美结合的一件日常。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当我们重新用共生的眼光去看待身边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田野、埤塘，甚至是社区公园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下一个潜力无穷的保育共生地，其实就在你的家乡，正等着被发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面对全球30×30的挑战，台湾提出的保育共生地制度，不只是一个政策，它更是一个实践蓝图。它透过鼓励全民参与，把一个个私有的保育点串联成保护台湾的生态网络，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共融的可能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